海峰是今年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舞台的新朋友，在整个录制之前，我们做了一个演员内部的小调查，一个问题叫做你最想把哪位朋友的脑子打开来看一看？王凯峰获得了第1名，击败了林简期。所以听他讲脱口秀要小心一点，不然一不小心你就被他不知道绕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我们来看一看王凯峰今天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，掌声有请。太感谢了，谢谢大家。王凯峰，我也尽量让大家快速的认识我啊。我接触脱口秀挺早的，我从大一开始，18岁那会儿，大一我就在校外沾染了脱口秀的恶习。那会儿讲脱口秀经常翘课啊。当时有一个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师哥，他教给过我一句话，他跟我说：“大学我是来读书的，不是来上课的。”这个话非常厉害。说这话那年我是大3，他是大5。他们都管他这个叫延毕啊。有一天问他说：“师哥，你为啥延毕？”他跟我说：“延毕能省房租，而且大学生吃那个海某捞比较便宜。”太厉害了！我这师哥最后是续了2年，读完大5，他又攻读了一个大6，然后才，你为什么这儿有一个毕业生在？你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？我在那儿注意你很久了，欢迎你啊！非常棒，你是今年毕业还是说想穿这个过过瘾？没有，我就是今年6月毕业。今年6月毕业，已经毕业了，还是说没有参加那个毕业典礼？你可以坐下了。毕业典礼就是马上就要举行了，还没。马上就要举行，先来这里彩排一下，是不是？今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啊！其实你这是学位服吗？是的，是硕士还是本科？蓝色的是硕士。蓝色是硕士，比我高啊！有没有读博的打算？没有。最好有啊！你看今天这个冥冥中都是一种暗示啊！我们今天这个阵容的组装，我们这儿有辛博，有于博，我们有唐博、黄博。还专门请来了一位李伯伯。我们今天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啊！加油啊！我为什么要跟你互动？是因为你长得非常像我的师哥。然后也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挑战肉食动物，因为我可以在现场抓取一个搭档。后面的内容我争取能盖过这个现挂啊，内容也是精心准备的，但我这样很开心啊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策略啊，它叫不徐徐制胜。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读书人的这么一个人设啊，所以我开头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延毕，我是觉得那句话很重要，就是大学是来读书的。我是一个读书人，这个能看出来吗？我相信讲到现在，应该能够发现我的这个台风是非常的虚弱，是吧？沾点那种文弱书生的感觉。他们有人说我就是那种把我扔《聊斋》里肯定得撞见东西的。我说你说什么鬼？我是那种老派书生啊，老派的，我至今坚持阅读纸质书，不爱看那个电子的。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，电子书应该没法取代纸质书，对吧？不会啊，就哪怕你平时不看书，书在家里算一种软装，对吧？你书架里放个 Kindle， 那个就是硬装。因为电子书是没法用来陈列和收藏的，电子书没法收藏啊。你如果有个朋友指着他那个电脑的文件夹告诉你，
这些都是我的珍藏。你就会好奇，这是正经东西吗？黄的不看。全挂完了。我书架里至今珍藏着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套儿童恐怖文学，那个是我的启蒙读物啊，儿童恐怖文学。我那书非常禁忌，那个书封面就能把别的小孩吓一跳，然后封面上还写着一行小字儿，叫“胆大的翻开，胆小的走开”。我非常喜欢这个 slogan， 我当年就想把它给抄走，就写在我作业本上。我也胆大的翻开，胆小的走开，这样老师要是查出来我没写作业，我先敬他是条汉子。恐怖文学对我小时候的影响就是它会让我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勇敢，但让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。少读，后来改读哲学。我挺爱哲学的，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哲学家叫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很厉害，书里介绍说他每天就站在雅典的广场上质问来来往往的人，他的目的是希望让全雅典的人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。最终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。我当年在这段旁边批注了一个字“该”。我说您太冒犯了。但我非常喜欢苏格拉底，因为我从小也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，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全职讲脱口秀。这个非常的困难，至今是非常的后悔。我为此还放弃了本校的保研，不是，是延毕。我觉得这样讲会有效果啊，我也可以直接讲延毕的。强化一个误导，我怎么可能保研呢？是热爱脱口秀的，但是也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迷茫。最迷茫的那段时间，有一天梦见了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笑着对我说：“该。”反正就是老派书生，热爱纸质书，还喜欢纸质书的一个点是喜欢闻书的那个香味儿。因为书香这个东西是真的存在的，而且书它越老越香，大家有共鸣吗？那种老书很香，而且随着那种岁月的沉淀，你会发现那个书的纸张也会变得焦黄而油润。所以书就是植物版本的腊肉，书就是一种对树的烹饪。为什么有的人买了书以后从来不看？因为他在等最佳赏为期。为什么有的人翻书的时候会舔手？这都见过。为什么？这个跟吃披萨一样，指尖有芝士的香味。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书是腊肉的比喻啊！谢谢你们，我还准备了一个比喻。关于读书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其实读书就特别像神仙享用贡品，营养吸收了，但东西还在。所以阅读何尝不是人类的神仙体验？希望我也能有勇气把这个脱口秀就停在这里啊，但很难。我平时讲这两个比喻我非常喜欢，但他经常冷场。我甚至为此专门咨询了一个非常资深的脱口秀老前辈啊，我就把我这俩比喻发给他，问他说：“您觉得怎么样？”哎，老前辈跟我说：“我感觉就像蝴蝶的翅膀。”我说：“哦，说我浪漫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是两个都要删。”
我说我不删，我不光不删，我把你也写了进去。观众要是喜欢，算我们俩的功劳，算我们仨的功劳。观众要是不喜欢，你就对我说一个字儿，该。谢谢大家。谢谢王凯峰的表演，很厉害。喜欢凯峰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谢谢你虚弱的表演。哎呀，这一段为什么不放在第一轮呢？第一轮也还行，第一轮比这个更浪漫一些啊，我感觉。你怎么不说第一轮比这个危险很多呢？我们差点看不着这一段了。非常危险啊！后来45位选手，我排41名。我说大家都是号码，为什么我是鞋码？这咱先问问第一回看的乃文哥，这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就感觉就是你这个说是所谓的虚弱的表演，但是我觉得内核很炸，就是他有别人触不到的那些点，就是你的脑洞，你刚才说的是对的，就是他的脑洞真的很新奇，是吧？整场的表演包括现挂，他反应其实很快，拿了就能用。而且还能 call back 别人，就是我相信这都是即兴的，就是你很享受的同时，让我们也很享受。我现在只能用你的一个词儿来概括我的感觉，就是神仙的体验。谢谢，哎呦，非常感谢。这个炸哈，在我这儿，他这老感觉是上面蒙了层被，在里头炸。对，炸里面了。对，而且他在上面的表演，我也不知道脑子里边老出现，就有一种鸟站在木头上，你不仔细看，它像个木头一样，你再离近了看，就这样一动不动，那个它就特别像，很神奇。我觉得其实反而今天其实比第一次要松好多啊，第一次那个特点更明显，就是上来以后，我说这是何方神圣妖孽，对他说不出来的一个自己特殊的劲儿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这个是需要一定底蕴的，哈哈，但是他真的是出现在整个的脱口秀的这个大群体里边，我觉得他太有必要有一个这样的类型的存在了，而且他那个比喻找的简直太神奇了。对，上次也有什么山是树的楼房，对，我这就太神奇了。我觉得他的脑子里边的那个脑回路或者那个褶皱，可能跟大家应该是不太一样的。对，谢谢。